你家里住了11个朋友，那你家的房子得多大呀？告诉他多大？这是租的。但是我在上海工作的呀，那你会为了我去上海吗？不会。这绝对是我见过相亲舞台上最为炸裂的一幕。一位来自北京的钢铁直男，仅凭借一己之力，成功将相亲现场变成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单人脱口秀。凭借其直率的说话方式，赢得了主持人孟非的当场赞赏。更令人瞩目的是，这位年仅26岁的小伙，不仅幽默细胞出类拔萃，他的事业成就也同样令人钦佩。他年纪轻轻就以事业有成，实现了财富自由。他曾经是一位煤老板，现在涉足房地产行业，可谓是妥妥的拿捏了每一个让自己起飞的风口。这种超能力成功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女嘉宾。你说你这5年的时间会把精力放在你的生意上面，那我想问你，你的爱情呢？婚姻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我想明年结。他想明年结婚。那你不说把那个精力全部都放在你的生意上面吗？哪有时间呀？晚上。如此直截了当的回应，引得众人哄堂大笑。然而仔细想想，其实小伙的逻辑并无不妥。白天全心全意投入事业，晚上则专注于爱情，两者互不干扰，这不也挺好的吗？很明显，他并没有捕捉到女嘉宾话语背后的深层含义。我说直白一点，你每天给他发多少短信，什么时候会想他，给他什么时候挂电话，每次挂电话多少时间，多长时间？面对接连不断的深入追问，小伙短暂的愣神之后，也是直截了当的给出回应，果然没有让众人失望。打电话多长时间？随便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就问你这回答炸不炸裂？难怪人家能当老板，确实有过人之处。面对那一连串冗长复杂的问题，别人还在云里雾里，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。然而这位女嘉宾也绝非等闲之辈，即便是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，她依然能镇定自若地继续发问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只要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那你平常应酬多吗？多的话，你说晚上才有时间，你应酬多，你晚上出去了才有时间吗？带着你一块睡就多。这出乎意料的承诺令姑娘猝不及防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应。她羞红了脸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位女嘉宾随即开口问道：她听说北京男人有挤兑他人的习惯，因此想向小伙求证，他是否也有这样的癖好。然而小伙的回应再次引得众人捧腹大笑。我不爱，没人老挤兑我。真的吗？因为我觉得你身材还挺标致的，你看我这种微胖界人士，你会挤得我吗？不会。不仅多才多艺，而且性格老实，为人本分，从不油腔滑调。这样的特质让现场一位自认为美貌非凡的女嘉宾动了心，于是她操着一口娇滴滴的台湾腔，对这位小伙展开了爱的攻势。但是我在上海工作的呀，那你会为了我去上海吗？不会。小伙一句不会，简练而犀利，令这位女嘉宾瞬间尴尬至极，而孟非却深感共鸣。我喜欢你这样的，我喜欢这样的，我特别喜欢男嘉宾来都这样。有些人吧，前面人家问题很简单一个问题，你有什么爱好啊？啰里吧嗦绕啊绕啊，听着我困的呀，受不了。你就喜欢这样的，有什么缺点？小心眼儿，什么时候陪女朋友？晚上买多少套房子随便。真没想到，这样直白的小伙竟然赢得了如此多女孩的青睐。你是比较阳光的一个人，还他的是我意思是，蛮喜欢的。22号女嘉宾的特点是问题特别长，她的问题，他就问，性格当中有什么缺点？我小心眼儿，小心眼儿。我喜欢你这样的。小伙的直率坦诚让孟非赞不绝口，直言喜欢。乐嘉也心生好奇，想试试他是否真如表面那般纯真无瑕，而试探的结果也确实验证了他的本性，没有让乐嘉失望。你知道你为什么大学朋友是吗？对啊。你觉得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哪儿不好玩？害怕。好，我喜欢，真喜欢，都实话，全是实话。确实，真诚的力量无处不在，总能深深打动人心。小伙子的率真性格不仅让他赢得了众人的喜爱，更成为了他独特的魅力所在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拥有一项令人嫉妒的特异功能。我这个人记忆不太好，其实是那种选择性记忆的人，不高兴不开心的事我会很快把它忘记。比如说上一次的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其实很伤心，可是现在
怎么认识，怎么分手，现在全给忘了。这个人比较喜欢热闹，最害怕一个人待。像我现在住的地方，像一个集体的大宿舍一样，住了11个人。这项技能对小伙子而言无疑是件好事，毕竟人活着怎么高兴怎么来嘛。然而对于在场的姑娘们来说，她们并不觉得这是件好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渴望成为别人心中唯一的存在。VCR 结束后，就有3位女生选择了灭灯，而紧接着下一位女嘉宾更是抛出了一个相当炸裂的问题。我刚才听你 VCR 里说，你在你家里住了11个朋友，那你家的房子得多大呀？告诉他多大？这是租的。小伙一本正经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然而当大家因为他的回答而哄堂大笑时，他却显得有些迷茫。他解释道，他很喜欢和朋友一起吃住，享受那种热闹的氛围。但有些女嘉宾对此表示不解，因为小伙之前曾提到自己是个小心眼的人，现在却表示能和11个人同住，这似乎有些矛盾。跟小心眼没关系啊！啊，这怎么没关系呢？我要小心眼，凭什么你们都吃我，都我买单？住我家我付房租，吃我的都是我去买菜，都坐我的车，你们不会自己买车吗？他们有车都。我举个例子。直到此刻，众人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小伙之前提及的小心眼，仅仅是指他在感情上的洁癖，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。随后他也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。你要是跟别的男的打电话让我知道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就把你腿给剁掉。那不至于。会怎么样？我会生气。生气会怎么样？我就不搭理你。如此纯情可爱的小鲜肉，很难不让女生喜欢，难怪场上的女嘉宾都为了他魂牵梦萦。当反选环节到来时，还没等女生们自我展示，小伙就火急火燎的要求看一下他们的生活照，这也在情理之中，毕竟他希望通过照片更真实的了解他们。然而在浏览了一波妆容浓艳的照片后，他提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女嘉宾都心生忐忑的要求。你如果特别想看他们素颜的，我给他们20分钟时间卸妆，卸完妆再给你看。行啊，行。看来在小伙的字典里，怜香惜玉这个词显然是不存在的。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态度，让原本只打算开个玩笑的主持人孟非也有些措手不及，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应。你那么想看他们不化妆样子吗？对，你周围的女人成天不化妆，是火都不出门的那种啊？不化妆跟不化妆就是2个人，就2个人，这不一样。小伙的这波骚操作直接给主持人孟非整不会了。面对女嘉宾们锐利的眼神，为了自己不被乱棍打死，孟非只能无奈地为小伙子的言行背锅。我以为你不会往心里去，结果你当真了。这事儿提醒我，主持人在台上不能胡说八道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就胡说八道，把自己弄得万劫不复，这是很惨痛的教训。感谢你给我上了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课。不愧是专业做主持的，即使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，也能凭借3寸不烂之舌巧妙化解。随后节目进入了男嘉宾提问环节，众人也都好奇他会提出什么问题，不妨我们接着往下看。谁愿意和我回北京？谁愿意和他回北？真是让人出乎意料，这样一位羞涩的小伙，居然能提出如此大胆的问题。在女嘉宾们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，他又说了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：我今天晚上就走，8点的飞机。妥妥的霸道总裁，简直堪比偶像剧。小伙的霸道气质确实让人难以抵挡。随后他的心动女生也含蓄地给出了回应：我俩在一起肯定会打架打死。我的手机天天的肯定被他摔 N 遍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明白他的意思了吗？他不愿意。姑娘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，自己的手机里有大把的追求者，她还不想为了一颗星星而放弃整个宇宙。面对这一情形，1号女嘉宾敏锐地捕捉到了机会，迅速表态，只要小伙子表现出足够的诚意，她愿意跟他一起走。同时另一位女嘉宾也不甘落后，大胆地向小伙示爱。现场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而充满期待，一场爱情的角逐似乎即将展开。我也是北京的，但是我没有票啊，我怎么回去？他给你买头等舱，他订头等舱，他订，那就一起回去呗。好。为了防止小伙再次语出惊人，主持人急忙旁敲侧击，试图引导话题走向，确保节目氛围的和谐与稳定。只要在接下来的1分钟时间你大脑不出问题，你就成功了。如果坚持选择心动女生13号孙雅丽，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个儿回去。我不选。你让我说完，我也不跟你走。你让我说完好吗？你要选择另外2个女生当中的一个，你会顺利带走一个，想清楚。
你的决定是直接上去牵她手离开。还好小伙在最后环节没有掉链子，成功牵手了自己心动的女生。主持人孟非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一整期的紧张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。